踏入那气运圣境所造的世界后，百里子陵并未前行，反而立刻停了下来。有狱宗的人还以为百里子陵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，还纷纷暗中传音：诸位不必提示我有我自己的方式。百里子陵忽然凝声说道，而他的这句话也是让原本担心的狱宗众人纷纷闭上了嘴巴。实际上百里子陵确实看不到具体的路线，但他也并非不知该往哪里走。他停下来观察，只是在将此地情况与芥木白进行交流沟通，是等着芥木白进行判断。很快百里子陵便有了反应，直奔面前的丛林飞奔而去。然而刚刚踏入丛林，那丛林便开始变化，同时一股强大的束缚力从天而降，使得百里子陵无法御空飞行。那片丛林俨然变成了一座迷宫，将百里子陵困在其中。但百里子陵丝毫不慌，甚至都未曾出手去强行轰出一条大路，反而是以一种奇怪的路径在那丛林内行走。百里子陵对此地的理解这么深吗？龙三道长眉头微皱，他看得出来百里子陵不强行动用手段去开辟一条道路是正确的。那阵法的力量很强，那些丛林根本无法毁坏，武力行不通，需要破解迷宫才行。而他惊叹的不只是百里子陵看穿了这些，而是百里子陵已经知道如何破解。他那看似奇怪的行走轨迹，应该就是破解之法。老三，这你还看不出来？老二道长笑了笑，旋即说道：结界之术也是讲求境界的，他的境界这么弱，就算当时天赋最强的楚风小友，在他这个境界也不可能这么轻松应对这等困境。这百里子陵分明就是背后有人指点，他就只是按照指点行事罢了。难怪楚风小友说他傀儡，这不是傀儡又是什么？龙二道长这番话可不是暗中传音，而是当众说出。要知道龙二道长可是真龙巅峰界灵师，所以他的话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，自然也是引起了人们的议论。你胡说什么？然而他此话一出，立刻引来了狱宗一位狱将的怒斥，同时无数道冷冽的目光也是自四面八方凝聚而来。可龙二道长却丝毫不慌，怎么正常讨论都不行吗？身正不怕影子歪，若是心中有底气，也不怕别人说。龙二道长说道。就是。其他几位道长也是纷纷附和，唯有龙一道长没有说话，但他那个表情，若是狱宗动手，他也绝不客气。他们早就听闻狱宗与楚风的恩怨，他们今日来这里就是为楚风撑腰的，这也是为何他们要当众说这些的原因。你们有意引导舆论，这是污蔑。又有其他狱将说道。引导舆论？此时一声冷笑响起，不是图腾九道的任何一人，而是欧阳空羽。先前楚风小友没来的时候，你们狱宗那般诋毁，可算引导议论，怎么只许你们说别人，不许别人说你们狱宗？欧阳空羽说话的时候，目光一直盯着世界中心，多为正是狱宗之人，但嘴角却带着轻蔑。你狱宗众位高手虽然不爽，可一时之间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毕竟那位可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存在，随他们讲，无需与他们理论。忽然一道响亮的声音响彻，乃是即墨千舟。修武世界向来胜者为王，败者寇，待得百里子陵挑战成功，获得气运圣境的最终力量。究竟谁是真材实料，世人心中自有定数。即墨千舟说道。其实他心中也非常不爽，可狱宗毕竟在给世人营造一个正义之师的形象，自然不能太过霸道。况且眼下的局势，若真的打起来，狱宗也会损失惨重，根本就是得不偿失。成功了，好厉害啊！很快浩瀚人海都目露惊叹，因为百里子陵已经从共自那丛林之内走出。走出之后，百里子陵并未继续前行，而是站在原地，将手中那10杯阵法凝聚而成的黑色长剑立于胸前，左手捏动法诀，轰！下一刻，那片丛林树木摇晃，竟有无数道绿色光点宛如倒飞的流星雨，最终落入百里子陵手中的黑色长剑之中。那是什么？小辈们眼中只有不解与好奇，应该是某种特别的力量。老一辈们也是猜不透，但却能够看出那力量另有玄机。接下来百里子陵并没有直奔气运圣境的方向前行，反而开始绕路。无论是沼泽还是湖泊，又或荒漠，只要是一块固定的地形，那其实都是一座独特的阵法，有强大的妖物，也有机关陷阱，但无论是正面展现的危机，又或是暗藏的危险，都是极难的。起初人们还觉得百里子陵有那么强的助力，大阵在身，挑战轻轻松松，但很快他们就意识到，那力量竟不足以应对挑战，还要有足够的脑子和判断力才行。总之，每一次新的关卡拦在前方时，就连老一辈都想不到应对之法，就别说小辈们了。可百里子陵总能快速解决，一击致命，干净利落。所以伴随百里子陵一关一关的过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百里子陵产生敬佩之意。每过一关，天地间都会响彻起震耳欲聋的欢呼声。可不只是狱宗的人，更多的其实是围观之人。即墨千舟的话很对，自古以来，胜者为王，败者寇，人们只会被强者所征服。而百里子陵正在用他的行动和能力征服众人。此刻，百里子陵已经紫菱面对的
乃是数百只高达数十万米的石头巨兽，每一个巨兽的气息都达到了天神境，并且那些石头巨兽还能布置阵法。最主要的是，这些石头巨兽还能重生，根本杀不死。围观之人都替百里子陵捏了一把冷汗，不知这样的局面要如何破解。可百里子陵却始终风轻云淡，在石头巨兽之中闪转腾挪。突然一剑斩下，一只石头巨兽头颅飞出后，所有石头巨兽也都烟消云散。人们才意识到，原来那些石头巨兽虽说力量是真实的，可形态却是虚假的。若是正常斩杀，它们可以无限重生，但只要寻找到真正的那只，便能解决一切。太强了，他这么快就看穿了吗？看穿很简单，但如何找出来才是最难的。这是何等观察力啊！这一刻，震耳欲聋的欢呼再度响彻天地，大家都对百里子陵赞不绝口，而百里子陵也很享受这种夸赞。他捏动法诀，又有强大的力量融入他手中那黑剑之中，但并未继续动身，而是回头望向楚风的方向，始终不肯动身。是想偷学我的破阵方法吗？没用的，这阵法每一次的应对方式都是不同，你学不到。只是楚风根本没有理会，就像是没听到一样。可百里子陵很清楚，楚风一定能够听到他的话，正因如此，才让百里子陵很是不爽。前辈，这楚风到底在搞什么？您能察觉得到吗？百里子陵暗中询问。对于楚风，他始终有些忌惮。不必理会，按我只是继续破阵。剑慕白依旧从容不迫。我总感觉那楚风像是在计划着什么，我有些不安。百里子陵道：无需担心，别忘了，除了此地的开创者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里。我已做好万全之策，你放心，此次挑战你定会成功。剑慕白道：好。百里子陵应下。虽说楚风这个样子确实让他不安，但剑慕白的手段与能力，他却也是认可的。其实楚风说的对，他就是一个傀儡，剑慕白的傀儡罢了。所以身为傀儡，除了听从剑慕白，相信剑慕白以外，他也是没有其他选择。大哥，楚风小友到底在做什么？那座阵法就那么重要吗？需要观察那么久，这样会不会耽搁了破阵的时间啊？而此时龙九道长暗中询问。眼见着百里子陵破阵手段如此精妙，他也是为楚风捏了一把冷汗。楚风小友自然有他的打算。龙一道长也看不穿楚风的想法，但他看楚风那轻松且平静的模样，便觉得楚风自然是有应对之法。实际上此时对于楚风的猜测，可不只是图腾九道、龙蜥一族以及图腾龙族的众人，也都很好奇楚风到底在想些什么。至于围观之人就更加好奇了。若说楚风是想放弃吧，如果没人助力，那他放弃也情有可原。可偏偏这么多高手前来助力，楚风已是获得了不弱于百里子陵的助力大阵力量，他没有放弃的理由啊。关键是楚风的表情是那般的风轻云淡，比在场围观之人都要淡定得多，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，怎么想也都不像是放弃了，而是有他的应对之法。终于楚风有了反应，他不再观察，而是盘膝坐下，闭上了双眼。下一刻他只是捏出了一道非常简单的法诀，像是在修炼，随后便不再做出任何动作。那座石碑阵法也是没有任何的反应与变化。不过在此期间，百里子陵可没有闲着，虽然他选择绕路兜了一个大圈子，但在足足3日的不断挑战下，他跨过了数道江河，走过几片荒漠与平原，翻过了数座山脉，穿过了数座丛林，自然也是破开了数座拦路的阵法。他终于来到了气运圣境的山脚下。此刻拦在他面前的便只剩下一片山脉，山脉不断变化，坚不可摧，乃是一座束缚大阵。百里子陵以缠绕周身的助力大阵布阵，花费了足足半个时辰之后，伴随一声震起，一座磅礴大阵立刻浮现，伴随一阵刺耳的轰鸣声，大阵融入山脉之中，随后山脉也是土崩瓦解。成功了，子陵少爷成功了！此刻天地间尽是欢呼雀跃之音，除了为楚风而来的人们外，几乎所有人都在为百里子陵庆贺，甚至那些外人许多都是激动的热泪盈眶。尽管只是围观之人，可他们早就被百里子陵的表现征服，也都希望百里子陵能够成功。至于百里子陵也不犹豫，纵身一跃，直接来到了气运圣境的顶峰之上。这一刻，气运圣境后方的罗盘竟然开始变化，缓缓旋转间，耀眼的气息浮现而出，人们都能感受到那股气息非同一般。那便是气运圣境的最终力量吗？是气运之力吗？好强的感觉！成功了，他真的成功了！这可是连界天染都未能做到的事啊！浩瀚的观众席位上，所有人都站起身来，因为他们知道这场挑战已经到了最终时刻。而百里子陵就是这挑战的成功之人。轰隆隆！而就在此刻，整个世界都开始颤动，颤动之剧烈，竟许多人都站立不稳。那种感觉仿佛这个世界都要崩塌了一半。感受到这股颤动之力，百里子陵则是眉头皱起，不由回头观望，因为那颤动的来源并非是气运圣境，而是来自楚风所在的方位，是楚风脚下的石碑阵法。
那10倍阵法有了反应，而楚风也是睁开眼眸，站起身来。楚风大袖一挥，助力大阵内的力量便立刻宛如铠甲一般加持在楚风身上。随后，楚风手掌摊开，那10倍阵法的黑色气焰化作一团球体，落入楚风的掌心。也就是这一刻，整个世界的震荡平息了下来。怎么回事？他那阵法怎会掀起如此大的动静？所有人的目光久违的凝聚到了楚风的身上，而楚风则是直接踏入结界门，来到了气运圣境所在的阵法空间之中。现在才开始吗？别浪费时间了，没用的，已经晚了。百里子陵讽刺地说道。虽然他不知道为何楚风那10倍阵法能够如此明显的天地震荡，但眼下楚风还在挑战的初始之地，而他却已然站在了终点。从初始之地到达这终点，他花费了足足3日的时间，所以不管楚风在搞什么，他都已是胜券在握。可就在此时，楚风手掌对着前方一推，手中的球体便飞掠而出。轰！下一刻，那球体变得巨大无比，如同喷发的岩浆，又似翻腾的海啸，以不可阻挡之势直奔气运圣境的方向冲击而去。不过眨眼之间，竟将前方所有拦路的阵法全部摧毁，硬生生的开辟出了一条从初始之地直达气运圣境的宽阔道路。最关键的是，楚风脚步轻轻一挪，便消失不见。当他再度出现之时，竟已来到气运圣境之巅，就站在百里子陵的面前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什么晚了？